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。今天是3月6号的复盘视频，我们来做一个美股的盘前分析。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先把订阅点好，以便后续观看我的内容。精准判断纳指走势 ，TQQQ， 你买了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科技巨头的集体带飞，权重股的爆发，直接贡献了指数近1半的涨幅。市场对科技行业财报乐观预期其实是主因。尤其是云计算和 AI 赛道持续吸金。第二个方面呢，是贸易政策送温暖。白宫突然宣布对墨西哥、加拿大汽车关税豁免1个月，缓解了市场对供应链中断的一个恐慌。第三个方面呢，就要提到一下中概股的绝地反击了。阿里云和电商业务亮眼财报提振了信心，那加之中美关系阶段性的一个缓和，最重要的是资金呢从高估值美股转向了超跌反弹的中概股洼地。我们还是来一起看看股票的走势图吧。今天我们一样来分析以下4个方面。那第一个方面呢是苹果公司不能跌破的一个价位，一会儿我们来图表上看一下。那么第二方面呢是去看特斯拉知行合一 ，Lucy 呢一直是看涨，那我们昨天也执行了一个买入。那么第三个方面呢，要看一下微软，它似乎到了3金共振战法的买点哦。那么第4个方面呢，就是纳指抄底成功 ，Lucy 昨天提示的 TQQQ， 我们是成功的参与到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啊。第一个图表呢是苹果公司的日线走势图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今天呢我们提供的这个 Lucy 的3条均线加上 OBV 和 MACD 一起来看一下。那苹果公司呢有一个好像跌不破的一个位置，那么就是这里230的这个位置。那此前 Lucy 说过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是抄底过一次，而且呢在这一轮反弹当中呢，我们是精准做到了这个逃顶啊。那接下来它现在回调的一个位置，似乎有一个位置是不能破的，那就是这里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就是这一个价格。231、232的一个位置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上一次的一个长腿呢，精准踩线之后呢，随着纳指的一个反弹，那它就出现了一个拉升，也就是说全市场啊，在其他科技股走势不强劲的时候呢，苹果啊还是这个力挽狂澜的。那么昨天它也出现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之后呢，又是拉起来了。我们也知道纳指呢，它也出现一个反弹，似乎苹果公司在这个位置像有一个无形的手在拖住它。Lucy 在这个地方呢，还是坚持认为啊，苹果公司呢，它在这个地方是跌不下去了。也就是说，230这个位置呢，我认为它还是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，而且此次呢反弹有可能会超过246，这是第一次对这个苹果公司的一个分析是向上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当前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 OBV 现在是方向向下。也就是说，仔细来看一下，现在的一个黄线的一个趋势是向下的，而且呢，白线是下穿。其实这是什么导致的呢？就是因为这2个长下影线到过的位置是非常这个低的，而且当天那个振幅还是很大的，所以每一次到这儿呢就出现反弹。那么 Lucy 会想，这个位置是不是机构不能跌破的位置？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MACD 这个位置就很有意思了啊。MACD 呢 ，Lucy 是用了自己的一个参数设置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前方呢，实际上是一个将死不死的一个 MACD 绿柱上涨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上一轮拉升 ，Lucy 此前说过，那么这个白线和黄线是一个快线，一个慢线，那2条线呢都是穿出了这个零轴上方，也就是说。这一段股价它其实是在这个零轴上方运行的，到现在这个阶段，我们可以看，虽然它出现了连续4天的一个红色的柱子向下，股价呢盘中是创过新低的，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呢，它的红色柱子并没有变长。它现在没有说特别快的一个速度下跌，对吧？所以它不像前面这一段的这样下跌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其实比较明显的是这根快线呢，它此前穿过零轴之后呢，现在又回到了接近零轴的位置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，Lucy 呢给到一个向上的一个反攻呢，也是凭这个经验，包括啊它到了一个目标的位置。那我们看一下它出什么样的一个线，就会出现
苹果公司的一个反弹拉升。那么 Lucy 这里啊，还是大胆的预测一下它后面的一个走势，看看啊 Lucy 是否再次这个精准的一个预判。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快线啊，它在这个零轴这个位置它不跌了，然后出现一个反抽向上，而且这个慢线呢也是会平滑的穿过这条线，那么它在这个零轴上方形成一个金叉。那我们就说此轮反弹啊，它就会出现一个拉升。我们现在就要去等它的一个这个反弹，它一个阳线的出现是一个这样的，类似于这样的一个 K 线，那么我们就确认它反弹了。所以每一次出现的这个单针探底的一个情况，那么一到这里就反弹，每一次到这里就反弹。苹果公司呢，还是我们去看反弹的一个目标公司，这是苹果公司的一个分析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Lucy 说到做到，这个执行力非常强的一只就是特斯拉。特斯拉在这一轮的一个下跌当中真的是股价已经接近腰斩，而且呢，此前我预测的位置282，其实呢，它已经在这一周持续的这个创新低，那么最低的话来到了260，实际上它的一个价格我们来看一下260的一个价格，再去看它的高点488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几乎是快腰斩了几乎是快腰斩的一个价格。而且呢，在这个过程中 ，Lucy 之前一直是提示跌破，然后到了一个我们防守的一个位置，对吧？我们内部课里有讲这个位置是非常这个坚实的一个位置。所以说，在这个地方无论是如何创新低 ，Lucy 连着3条视频一直在提示买入、看涨、执行所以说昨天呢，我们也是执行了买入。这个过程中，其实呢 ，Lucy 已经提到了，那它的一个筹码这个位置是不是有很多资金来去参与它？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成交量是一个放大的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越是下跌，成交量越是放大。我不相信机构不在这里去买它，因为股价已经腰斩了股价已经腰斩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去看一下Lucy 的这个独家分析的一个指标。首先呢，我们看 OBV 那在这个地方，你说它这个方向一直向下的，对吧？那肯定是它的股价也是下跌的，对吧？在这个过程中 ，Lucy 此前说过它白线偏离黄线远了，它就会回归。那么目前现在白线是在下方，而且呢，之前一直低迷的一个股价，那它肯定会离它有一些远。那么它现在是否要反弹回归它？这就是其中一个判断的点。另外，我们可以看到资金有参与，这里是叠加的这里是叠加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 MACD， 那 MACD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由在零轴上方，那么不断的下降其实它的一个顺序呢是这个相同的一个方向，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呢，股价在这个位置MACD 出现的这个线引起了 Lucy 的注意，那就是它现在虽然是缓缓的下跌，但是它的一个快线和慢线基本上已经偏离了这个红色的柱子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红色的柱子，一个是它的长度，还有一个是它的面积在缩小。那么如果说它在这个过程中水下出现了一个快线和慢线一样是金叉，或者说红柱变短的话，那么这一大片面积红色的，那么即将过去，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它这个快线和慢线会靠近零轴向上的。那么相应的股价呢也会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拉升，那么它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拉升所以说目前为止呢 ，Lucy 认为在这个过程中，特斯拉呢是需要一个震荡去把这个位置防守去夯实，也就是说这个股价呢260左右的这个位置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性价比，所以特斯拉呢 Lucy 还是坚持买入还是坚持买入。那么这里呢是用到了 Lucy 自己的一套分析模型来给大家讲的。那有喜欢 Lucy 的技术分析的朋友们呢，可以给 Lucy 点一个订阅点一个订阅，那么成为 Lucy 的订阅粉丝。那宠粉福利当然少不了了， Lucy 准备了小礼物送给大家，就是精心整理过的独家的3金共振战法。
那么这里可以帮助大家和 Lucy 一起啊，从这个股票走势上发现它的一个实时的变化。后面 Lucy 也准备了另一只股票，它似乎已经出现了我们的一个三金共振战法的一个点。一会儿呢，我们来具体的详细介绍一下。那本周 Lucy 团队的老师呢，还准备了内部直播的一个课程教学。那有想进一步学习的朋友呢，也可以找助教老师报名参加。那么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链接里面啊，置顶留言这一条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。那么点击这一条蓝色的这个链接，你加到这个助教老师，给他发送礼物2个字就可以领取到了。那么这个就是 Lucy 独家的一个设置。那么这一套模型分析下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股价在哪里是可以参与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微软。那么刚刚 Lucy 说有一只股票是出现了三金共振战法的一个模型。微软这个图表里面呢，展示了它的一个 MA 的一个均线啊，均线那有白色的这个短期的均线，黄色的这个中期的，还有一个紫色的长期的。那么这是第一个标准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OBV 的一个展示，它这里也出现了白色线上穿黄色线的一个金叉啊，一个金叉，这是第2金。那么第3金我们说似乎出现了，我们就要打提前量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 MACD 现在出现了一个收脚的一个动作，也就是说这个黄柱突然间缩短了。而且我们看到昨天这个微软它的一个走势非常的强劲，而且是高开高走，而且它已经回归到了它这个白线，就是短期均线的上方。这里 Lucy 为什么说它是这个1金？那这里呢，我们先说 OBV 已经有1金了，对吗？然后现在 MACD 呢，快线慢线马上就要出现一个金叉了，那我们再等一根 K 线，它就会出现第2金，这是1这是2，那么我们不是说3金吗？那第3金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出现了一个底分型的一个形态，而且这根阳线已经盖过了这一条阴线的一个最高价，现在它出现了一个股价的一个反转，微型反转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说的金叉是怎么来算？一个是这一根线它已经上穿了这根白线，那么这根白线如果拐头的话，与股价就形成了一个交叉，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个第3金第3金，所以这叫什么？三金共振，指标也有金叉，然后 MACD 金叉，然后再加上这个股价的一个金叉，这就构成了3金。那么这就是微软的一个走势。那么目前呢，它出现了一个拐头和它的一个这个阳线，包括现在这个资金的一个选择，在云计算还有 AI 方面，所以呢，这个基本面和技术面的共振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微软的一个反弹。那此前在这里的时候 Lucy 此前讲到过，它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低点的一个区域，但是无奈纳指它是出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下跌，所以呢带动了股价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下跌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一旦说有这个市场的一个消息的回暖，那么股价的话立马就会出现一个大幅的拉升，这个就是此前的一个过程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向下的一个跌幅，这就是对微软公司的一个分析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来分析一下纳斯达克指数，因为巨头的一个走势贡献了指数的一个走势，所以昨天 Lucy 在视频里也提到了几家巨头公司的一个走势形成一致，才会出现一个反弹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刚刚 Lucy 讲的一个是苹果，一个是这个特斯拉，都是巨头还有一个微软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纳指它的一个反弹，那就是确定性很高的事情。那么 Lucy 昨天是给到了2个方案，那么其中呢比较强劲的反弹的是这个方案，而且 Lucy 昨天标题有写纳指看19000，也就是它在18000到19000如何形成的？不就是反弹吗？这个就是纳指的一个预判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可以看一下 Lucy 昨天新鲜出炉的一个视频19个小时前，那么也说了去看一下 TQQQ 的一个机会。为什么？我是看反弹我们才去看多，看多我们才去做这一个品种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TQQQ 昨天的一个走势图。
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分时，如果说你听了 Lucy 的视频，那你就能看懂。那在这个过程中啊，这个平台的过程中，只要它上穿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里是这个负的1.39%。那么从这里去参与了它的一个反弹的话，那你完全的可以拿到这一波，而且它的一个高点是4.17%，也就是说负的1.39%加4.17%，你有5%的一个确定性出来。因为此前的视频 Lucy 有讲过，如果你选错了标的的话，那有可能你的这个获利啊，这波反弹你可能得到的还比较少。比如说你买了英伟达，那这波反弹的话是多少比例？那如果说买了特斯拉，它有可能还没有达到你的一个标准，但是我们纳指的一个确定性那就比较高了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 ，Lucy 呢也简单讲一下，我们之前预判过18000啊会反弹，那么现在呢它已经出现了，而且我们也用了一个抄底的一个方法。Lucy 还是坚持它的一个反弹呢会去到19000啊，我们先看它的一个反弹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，Lucy 也讲一下这个技术。那首先我们的一个 MACD 呢，现在出现了一个红柱缩短。Lucy 此前讲过啊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反弹，那它向上走的话，那红柱必然就会缩短。那这个过程中呢是值得被信任的。上一轮也出现了这个阳线，但是怎么样，红柱是变长的。所以说这个过程呢，我们要去分析哪一个阳柱是好用的。第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反弹的位置呢，刚好是它的一个一半的一个位置，而且这两条阳线是可以放在一起的，也就是说是一个这样的线啊。Lucy 画一下啊，是这样的线，也就是它现在下跌，然后出现了一个反弹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再结合消息面的一个共振，那它就反弹的一个力度会相对来说更强一些。这个就是对纳指的一个判断。结尾呢，我们来说说后市的3大变量。那3月议息会议呢临近，那如果通胀数据超预期，加息恐慌可能重燃。那短期看呢，中概超跌反弹，加上政策利好仍然有空间，但是要警惕一下中美审计的摩擦，还有国内消费数据的变量，盯着阿里的走势就很关键了。那科技股分化呢是非常严重的，还是要见机行事。总之，我们的技术分析严格执行就对了。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，明天见喽，拜拜。